魏忠贤为何可以成为大明朝一手遮天的大宦官呢？魏忠贤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太监，他能从大字不识的一介平民，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9000岁，绝对不仅仅只靠溜须拍马者唯一的手段，他一定有其必然因素，能够让他一飞冲天。魏忠贤属于半路出家，在未进宫之前，他已经娶妻生女。由于他生性好赌，在某一次输光了钱之后，便一气之下回刀自宫，进宫当了太监。他先是从底层的太监做起，由于为人勤快，做事圆滑，很快就被大太监孙先欣赏，然后就被孙先安排进了甲子库、贾司库，在明朝宫中属于游说比较多的部门。可是这魏忠贤并没有安于现状，他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，他请求安排自己做皇长孙朱孝友，母亲王才人的典善。大家不要以为此时的魏忠贤就开始攀高枝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朱由校一家过得非常落魄。因为朱由校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是宫女所生，从小不得明神宗喜爱，虽说他是皇太子，但是他的太子之位直到神宗去世之时都很不稳固。由于不被人看好，一家人平时过的是战战兢兢，即便是宫女和太监都对他们不太友好。可是这魏忠贤从来没有看不起他们，他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一直把朱由校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照料，就这样一照料就是10几年。明神宗去世之后，朱常洛继位，是为明光宗。不过这朱常洛继位不到1个月就病逝了，成为了明朝在位最短的皇帝。随后呢，这朱由校登基是为明熹宗，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天启皇帝。朱由校当上皇帝之后，开始对魏忠贤和乳母客氏大加赞赏，他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宠爱他们，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这魏忠贤当时的眼光和魄力了。这朱由校虽然贵为天子，可惜他不爱江山，偏爱木工。由于他不理政事，被后世称为木匠皇帝。他是出了名的一个昏君。由于这朱由校是魏忠贤一手带大的，无论是在他当皇太孙落魄之时，还是在他当皇帝走上人生巅峰之后，魏忠贤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魏忠贤就像是在肚子里的蛔虫一样，能够投其所好，有其必应。可以说离开魏忠贤，朱由校的每一天都会过得不顺心、不快乐。朱由校的生命当中有一男一女2个最重要的人物，男的就是魏忠贤，女的就是他的乳母客氏。这客氏也跟魏忠贤一样，在朱由校最落魄的时候，依然是对他不离不弃，所以朱由校对客氏非常依恋，直到15、16岁的时候，还经常跟客氏睡在一起。这客氏本来是和太监魏朝对峙的，后来魏朝升任要旨，公务缠身，就和客氏聚少离多了，所以这魏忠贤就瞅准时机去接近客氏，慢慢的就跟客氏好上了。有一次2个人在屋子里打情骂俏，被魏朝看见了，这魏朝怒不可遏，就和魏忠贤打了起来，最后闹到了朱由校那里。朱由校非常宠爱客氏，就问客氏的想法，而此时呢，客氏的心已经在魏忠贤身上了，于是他便大胆地说了出来。最后这朱由校就敲定让魏忠贤专管客氏之事，说白了就是同意他们俩对峙了。由于客氏也深受皇上宠爱，魏忠贤又搭上了客氏，有客氏做内应，他自然是无往而不利了。魏忠贤他本来就是一个常年混迹于市井之中的流氓无赖，是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。后来他在走投无路之下，回刀自宫，进宫当了太监。这样一个对自己都狠的人，那些自诩为君子的东林党人怎能斗过魏忠贤呢？在没有实力之前的魏忠贤一直是隐藏着，并且慢慢的强大自己，到了关键时刻再使出绝招，以求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。魏忠贤他精于算计，
善于钻研，眼光独到，能力也比较突出，政治天赋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上他用自己的真心换来皇帝待他如同父亲般的情谊，这就是魏忠贤得以把控朝政，能够在朝中一手遮天的原因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